畅所欲言的网络环境，各抒己见的网络平台，促使了我国自媒体的快速发展。然而就在最近，美国国会发布的一篇中国海军报告，却真真实实的让我们看到美国人是如何被中国自媒体忽悠瘸的。在最近，美国国会研究院发布了年度例行的一份观察报告，在报告中就着重提到了中国海军对美国海军的影响，并认为中国海军仍然处在快速发展时期，而美军却已经陷入瓶颈状态。当然了，作为美国佬一贯的口吻，依旧把中国发展海军就是挑战美国作为主题内容，多番渲染威胁论调。不过，这种几乎老调重弹的照本宣科，却被眼尖的网友发现了一些蹊跷。综合美国媒体的报道来看，美国国会在报道中强调，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飞跃，科技实力的进步，我国海军的发展速度远远超出了国际上所有专家的预料，而且我国正在制造的新航母数据也与之前预判的不同。该报告中将之修正到了10万吨标牌，拥有至少4条电磁弹射，而在舰载机上预计拥有 FC-31 隐身舰载机和歼20舰载版本。不说真假，光是这个评估数据，难怪美国佬急得不行。我国用3年不到的时间直追美国几十年数据，眼看着我国新航母即将完工，美军的超级航母还在趴窝，战役上又有2款新型舰载机诞生，纸面数据已经和美军不分伯仲。再考虑一下防不住的 DF-17 高超音速，美国佬哪受得了这种刺激？实际上，这个数据可以说把不少网友震惊了。美国佬从哪里翻出来这种早被国内骂烂了的数据，居然还堂而皇之地搬到了国会报告里？有观察人士表示，这么判断或许有些草率，甚至有些难以置信，但很大概率是美国国会某些工作人员偷懒，直接听信了我国互联网上自媒体早期的各种猜测和分析，再加上自己的这一点想象，就炮制出了这么一个诡异的报告内容。其实这个判断并不是什么完全的脑洞大开，听风我早期也是在油管上制作军事类内容的，去外国网站找资料，经常发现不少国外网站的消息内容其实都是直接照抄了我国很多自媒体的分析文章，有些偷懒的甚至直接用机翻一遍了事，而国内同样有这个情况，这就导致了同样一个消息国内外来回照搬，最后消息就完全变样了。美国佬现在这个国会报告被我国自媒体给忽悠瘸了，也不是什么意外。很有意思的是，有网友表示，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前几个月还是8万吨常规动力，过个年就成10万吨核动力4电弹了。很快就有网友调侃，惊喜啥呀？都是军迷和自媒体天天在网上做梦带节奏，现在好了，忽悠的出口转内销了。近期，印度在前线动静不小，中印9轮谈判不欢而散。尤其在近期，印度方面更公开表态，也让外界感受到了局势正在朝着不理性的方向发展。而就在最近，有消息显示，印度态度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和去年不一样了。根据环球时报在2月1日的消息显示，印度陆军已经接收到了以色列国防工业轻武器的代表作产品，素有步兵噩梦之称的内格夫轻机枪，此次接受数量共计6000挺。该产品在中东地区作战表现优异，在步兵班组使用中拥有很高的灵活度。从印度近几天对外放出的前线照片来看，印度此次采购的内格夫轻机枪还不是原版以色列军队列装的制式武器，而是内格夫轻机枪 NG7。与以色列军队使用不同的是，前者是 5.56 毫米口径，后者却是 7.62 毫米口径，杀伤力上与前者截然不同。熟悉的人都知道，更大口径意味着更远的射程、更大的杀伤力、更小的风力影响弹道。而目前来说，中印对峙地区基本都是山体为主，缺少植被隐蔽和良好的掩体，一旦发生短兵相接，轻机枪可以发挥相当大的火力优势。从印度的消息来看，这批内格夫轻机枪其实是在2020年3月份印度向以色列订购的，当时一共订购了4万挺，其中16379挺是通过快速采购通道获取。外界大多在采购的数量上进行了关注，但少有人注意到印度这个快速采购通道的说法，这个通道其实就是印度军方为了战时状况设定的一个紧急备战，这就很值得深思了。从时间点上来看，2020年3月份，此时正值我国全力防控疫情的时间点，联系上紧接着在5月份出现的边境对峙情况，印度恐怕对我国边疆早就垂涎已久，就是想借我国无暇他顾的时候用武力捞取好处。只是没有算到的是，我国这么快就控制好了疫情，甚至经济上成为了去年 G20 中唯一正增长的国家，而印度反而遭到了重创。值得注意的是，环球时报在文章中提到，近期印度边境驻军巡逻的视频中画面中发现，
印度士兵携带的枪支已经装上了弹夹，这意味着一旦下达命令，印度士兵可以在第一时间发起袭击。这与2020年的时候完全不同的状况。即便是在对峙刚出现的时候，双方也都是坚守了中印和平协议中的一个底线条款，不使用热武器。有分析人士推测，印度士兵携带的枪支装上弹夹，很可能意味着印度的态度在对待双边事务上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尤其是如今印度陆军接收了6000挺轻机枪，我军士兵在前线巡逻甚至对峙时，必须保持足够警惕，做好足够准备，一旦情况不对，绝不手软。当美军驱逐舰行驶在他国海域附近时，一架轰炸机突然驶过，到底发生了什么？美军舰遭到电子战攻击，又是怎么一回事？不久前，美国第6舰队的一艘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唐纳德·库克号驶入黑海水域，并且接近俄罗斯边境。俄罗斯国防部在收到美军驱逐舰接近的信息后，也立马派出军机进行警告。几天后，网络上一段俄罗斯苏24战斗轰炸机从一艘美军舰上空飞过的视频引起关注。这段视频正是之前俄军机出动对美军舰进行警告，而视频拍摄者也是唐纳德·库克号上的船员。从视频中看来，苏24轰炸机低空掠过唐纳德·库克号，最近时恐怕只有几十米远。随后，美国驻欧洲的军事指挥官声明，美军驱逐舰进入黑海是为了确保该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并且当时唐纳德·库克号行驶在国际水域，而俄军苏24低空靠近美军军舰的做法并不妥当。然而，根据一些媒体的报道，此次苏24轰炸机驶过唐纳德·库克号时，可不仅仅只是进行了形式上的警告。一些西方媒体提到，在苏24与唐纳德·库克号驱逐舰会面期间，还发生了一场电子决斗。苏24使用了机载电子战系统对美军驱逐舰进行干扰，而电子干扰系统能破坏军舰设备的正常运作，包括侦察与通信系统等，能让军舰的雷达屏幕秒变雪花屏。尤其苏24还是近距离接近美军舰的情况下，干扰效果会更明显。在近段时间，美军的军事单位频繁入侵他国周边，除了咱们国家，俄罗斯也时常受到侵扰。但作为战斗民族，俄罗斯军队对待美军的态度一向强硬。此前就多次发生俄军机在美军机前做危险动作，或者俄军舰险些撞到美军舰的举动。因此，俄军趁着美军舰过来，对美军发动一场电子战也是很正常的。而此次发动电子战的苏24轰炸机也有着很大的来头。苏24轰炸机有着炸弹卡车之称，因此不仅有强大的载弹能力，也有着出色的突防能力。苏24就像是轰炸机与战斗机的结合产物，拥有二者特点。苏24可携带8吨弹药，拥有9个挂载点，能发射空导弹、反舰导弹、对地导弹、反辐射导弹，甚至是核弹等，并且其高空突防速度达到 1.3 马赫。而作为一个较大的机载平台，搭载电子干扰武器化身电子特战机也是可行的。过去，俄罗斯军方在中东地区进行了大量的电子战测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美军也多次反映其无人机在中东受到俄罗斯电子干扰武器的袭击。这说明美俄之间的电子大战早就已经展开。鉴于对美军发动电子战的经验，苏24此次出动也取得很好的效果。